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这期视频呢，主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在国内申请个人纳税识别号码，就是一个 ITIN 我们的一个 ITIN。那我相信，如果说你正在观看我的这个视频，就说明你肯定是对这个 ITIN 呢是有一些基本的了解。那不然的话，你可能也不会想到要去申请这个 ITIN。首先呢，我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对于这个 ITIN 呢，它有什么用？其实这个 ITIN 呢，就是由美国国税局颁发的。你没有一个资格获得社会安全号码，这个 ITIN 呢，就是一个个人使用的一个识别号码，就相当于我们国内的一个身份证号码一样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它这个 ITIN 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用户都要去申请它这个 ITIN？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 ITIN。首先，这个 ITIN 呢，它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呢，就是纳税。因为这个 ITIN 其实呢，主要是用于你在美国纳税。比如说你在美国工作呀、投资呀，或者说你有一些其他的收入，那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向国税局呢提交一个税务的一个申报。那么第二个呢，一个关于一个银行与金融交易，大部分的用户去申请这个 ITIN 呢，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比如说你想在美国的一些银行去开设一些账户的一些活动，那么个人账户呢，需要你有这个 ITIN， 哪怕你在美国有公司，它同时也会要求你要有这个 ITIN 的这个税号。还有一种情况呢，为什么那么多的人要去申请这个 ITIN， 想要去开通一些美国的信用卡？因为我们知道大部分的美国的信用卡呢，都是需要有这个个人的一个税号的除个别的一些银行，比如说像一些华美银行，那它就不需要这个 ITIN， 也可以去申请。那这种是极少数了，但是大部分呢都是需要有这个 ITIN。 所以呢，很多这些用户呢，他就会觉得为了开通一些美国的银行卡、信用卡，那他就必须要去申请。第三种情况呢，就是一个文件的申请。比如说你想去申请某类的一些许可证或者身份证证明，同时呢，它也是需要这个 ITIN。 那最后一种情况呢，这个非居民的一个税务，说你不居住在美国，但是呢，你在美国拥有个人的收入。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像谷歌的一个广告收入，还有一个 YouTuber 的一个广告收入，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在亚马逊上面出售的一些书籍之类的这种收入，那都需要这个 ITIN 来履行你的相关税务义务。这个呢，就是为什么大部分的用户他都想去申请 ITIN。我觉得呢，还是最主要是跟银行和金融交易这个呢是占大多数的。有很多用户主要是想去申请一些银行账户，申请一些信用卡。那么本期视频呢，我这儿就非常的简单，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要怎么样去申请这个 ITIN， 就是它这个 ITIN 呢申请的一个简单的流程以及费用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如果说你在使用一个 GPT 的话，那你可以看到这里呢，你有任何的问题你都可以问它。那 GPT 呢，它是非常强大的一个知识库它知道的远远比你想象的还要多有任何问题你都可以向它提问。那么这里可以看到如果说你想申请一个 ITIN， 我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这个方法使用一些机构去申请一些代办机构去申请。为什么不建议大家自己去因为这个 ITIN 申请呢，它这个路径呢确实有些长，而且非常的复杂。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真的会浪费很多的时间。如果说有这个时间的话，那我们可以干其他很多事情了所以这里呢，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去用这个代理机构去帮我们申请。那么在去找这个代理机构申请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提供一些什么资料呢？其实也非常的简单。首先呢，就是第一呢，是需要你的护照首页照片，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有一个护照。如果说你目前还没有护照的话，那你这个 ITIN 呢暂时还办不了，那你可以先去办一个护照这个是必不可少的，是必须要有护照，要有一张这个非常清晰的一个首页的一个照片发给这个代理机构。第二个呢，就是你的一个个人基本信息你的邮箱你的一个地址，这两点呢，就相当于是我们要去找代理机构呢必须提供的，有这两样就可以了。其实也很简单。一般的看，它第三个呢是一个办理的时间周期就比较长了。
所以这儿不建议大家自己去啊，会浪费很多很多的一个时间。那可能还有一些用户呢，可能会知道，如果说没有了解过啊，说会有一个视频的认证。这个视频的认证呢，如果说你找的是机构去帮你，那就是申请这个 ITIN。一般来讲呢，他这个视频认证的话，他们也不会直接去认证，因为他可能在跟你交谈的过程当中呢，就已经做了一个简单的证实了，他就不会再要求你来额外的再去做一个视频的认证，一般是不会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哪里去找这种可以帮你去申请 ITIN 的这个机构，然后呢，我们又该怎么样去识别他们，就是你要怎样知道他们确实是可以去帮你申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一定要知道你的这个 ITIN 代理人是不是有获得美国国税局的官方认证的，非常的重要。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所简称为的 CAA 认证，一会儿呢我再给大家简单的分享。那这里呢还有一点啊，你需要把你的护照的原件，这里呢还有一点，如果说你这些申请文件没有通过，那如果还有就是你的这些申请文件没有通过这样的一些专业的机构认证的话，那你是需要把你的护照的原件寄到美国的一个税务局才可以去，哪怕或者说你自己去申请。第一种就是你自己已经说是去领馆做过认证，或者你已经直接把原件寄过去，你也必须要保证你找的这个机构确实是获得了CAA 认证。那么我们如何去找这些代理机构呢？我建议这里给大家推荐这个平台就是一个 Fiverr。 那么这里呢，我也会给大家分享如何在这个 Fiverr 这个平台上呢去寻找一些正规的一些机构来帮你去申请。如果说你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你在这个上面来的话，你可能呢会踩一些坑。这儿呢我给大家分享过后呢，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接下来呢，我们来到这个 Fiverr 平台这里所有相关链接呢，我都放在下面描述栏大家可以去打开。那我在这里直接搜索一个 ITIN， 这里点一个搜索，那下面你往下拉，你就可以看到这里呢就可以帮助你提供的 ITIN 的服务。那这里可以看到一共有404个服务，这里非常多的一个选项。那么你要怎么样在这个里面去寻找或者确定它真的可以帮你提供 ITIN 的一个申请？刚才也说了，如果说你不懂，也有一些朋友呢他是受骗过，那就是说交了钱他没有帮你去申请这个 ITIN 最后呢钱是退回来了，但是呢这个就是你的时间浪费了。因为你知道这个 ITIN 的话，它有一个问题，它的一个周期真的很长，需要8到12周，并且呢它没有什么绿色通道一个先到先得。那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浪费了很多的时间。那如何去找呢？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的一个价格。有些朋友呢可能觉得便宜比如说看到这里有十几刀的这里20几刀的，那这个价格多少合适呢？这个价格一般来讲呢，市场的价格比如说你申请一个 ITIN 呢，一般是在$300左右。那如果说是特别贵的也没有必要。那如果说特别便宜就像我刚才给大家讲的这种是10几$20的这种，那么呢你可能看到的呢，它肯定不可能是这个价格肯定是不可能是它最终的一个价格。比如说像这个，那么它可能呢只是在这里挂了一个最低的一个引流的一个价格或者说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服务价格。可能你去提交一下税表它会用这个价格呢又变成了$100多。但是基本上但是呢实际上呢，你想要去把这个税号申请下来，价格呢也就在$300左右，这个算是一个市场价格现在呢可能会稍微多一点呢，有300多$400。这个$300呢，它因为它是去年的一个价格了，今年就算物价上涨的话，那也就是在一个$400左右。还有一些用户可以说是比如说你打开这个全是一些英文这个我们点进来看一下这儿全是英文，我们根本就看不懂英文怎么办呢？那在这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其实这上面有非常多的一个卖家，那你也可以去找一些提供中文服务的，选择中文服务的一些卖家方便你去沟通
那有的卖家他提供不了中文的话，那你也可以先不要着急，找一个合适的一个卖家再进行一个交易。还有刚才呢也有给大家聊到你去找这些卖家呢，看他是否能给你提供一个 CAA 的一个认证。那他是否有这个 CAA 的认证？那这个怎么办呢？我们怎么知道呢？这里呢我也是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我打开我现在是随便打开一个卖家的资料，比如说像这一家它的一个排名呢还是可以的。在这里呢，你怎么知道它到底有没有这个 CAA 认证？那这里你可以看到，这里我这里给大家翻译一下，联系我，你可以直接去联系这个卖家，就是你可以直接去问他问他获得这个 CAA 认证的名字是什么。那他告诉了你这个名字之后呢，我们又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到美国的，我这儿打开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美国的这个税务局，这个是这个美国税务局的一个官网你可以在打开这个链接之后呢，你可以把这个代理人的这个名字名单呢，在这个上面呢来进行一个查询，看他有没有获得一个美国国税局的一个认证。那他只有获得了这个国税局的一个认证，那他就可以去帮你申请这个 ITI 你在这上面你可以看到很多美国境外的验收代理人，还有各州的一个验收代理人。这里你往上拉，你可以看到这里呢还有中国的一个国税代理人，你直接点击一下，点好之后呢，这里就打开了。如果说你在国内申请的话，你可以看一下 CAA 的一个认证。这儿呢，我也看了一下在国内的话，目前呢只有2家，可以看到这里一家呢是在北京，那还有一家呢是在陕西，另外几家呢就是在一个香港。那这里如果说你要去找这个国内的机构帮你代理的话，你也要看他的这个机构呢到底有没有美国税务公示。你看一下呢，就看一下这2家，那或者呢，他们也是一些其他的另外一种形式的一种代理。除此之外你可以看到这下面呢，美国各州的不同的它这些一些进行的一些划分，你可以看一下，比如说你找到这个卖家他在哪个州，那么你可以根据他的一个州呢，在这个里面呢来进行一个搜索。那这呢，你可能没有办法直接找到这个卖家。那这个时候就可能需要你自己去检查一下比如说他在这个什么墨西哥州你就可以点开，那你就需要到这里面来搜索这个时候呢，你只能一个一个的去寻找自己去对比，这个只能靠你自己去经过手动一个对比。可以看一下呢，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国税局网上官网上呢，是不是真的只有这一家？那对你这里呢，你就只能通过这样的方法花费的一点点时间呢，去进行一个认证一下，因为这里面都是美国国税局呢它认证过的一些机构。那这些正规的机构说明什么呢？它确实是可以帮你去代理申办这个 ITIN。那如果说在这个美国国税局的网站上没有的话，去找到这个机构，那你找的这个机构呢，那他可能就没有这个 CAA 认证。这里你就千万不要去找他帮你申请这个 ITIN 了。那还有呢，有的人可能会有一些担心比如说我在这个上面去下了单，在这个上面去找了这个卖家去帮你申请万一他不是一个正规的怎么办呢？其实这个呢，大家也不要过于担心就算他最后没有帮你申请下来的话，这个钱最后也会返还给你。所以完全可以放心因为平台的话，它肯定是有平台的一个保护政策的。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去找一些正规的一些卖家因为你在这个最后呢，你可能会去通过一些客服的申诉，把你的钱给退回来。比如说你遇到一些卖家，他没有帮你申请下来的，你是把这个钱给退回来了这个钱是退回来了，但是问题是呢就是说我们耽误了很多的时间。其实耽误的这个时间呢，因为这个时间它耽误不起，因为它的申请的周期呢要8到12周。申请的这个原则就是先到先得你先申请就先可以得到这个，那你必须要提前1个月申请你就可以提前1个月拿到。如果说你往后延1个月的话，那你可能还要往后延1个月，你才能拿到这个 ITIN。所以我们尽量一开始呢就能找到一个正规的一个买家，帮我们呢一次性能搞定不用去在中间呢去耽误我们的时间。 OK， 那今天呢我的视频呢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希望呢能对
我们的一些想申请 ITIN 的朋友呢有所帮助。那这儿呢，我也会把这个链接呢放到这个描述栏啊。如果说你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去点击链接打开。那么如果说你对跨境电商感兴趣，那么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次再见。